为大秦帝国里杨志刚饰演的屈原是否符合历史形象呢？先王不辨忠贤，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比原而信，上官子兰，结果怎样？兵挫地削，亡汉中6郡，更克死敌国，为天下人耻笑。这便是不分善恶，不识人心之物。杨志刚这独具特色的说话方式一直以来争议极大，关于他这屈原的演技，网上也是两极分化严重。本期视频我就将网上对他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都拿出来，让荧幕前的你们来讨论讨论。杨志刚的台词极具辨识度，他倾向于将台词逐字逐句的念出来，语速缓慢，停顿明显，这种独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在他哥哥郭靖宇导演的剧中有明显体现。网上负面评价提到，他这是背课文式的演技，认为他没有进入角色，只是在用一种固定的杨志刚模式来念台词。此前他参演的剧多数是他哥郭靖宇的剧，能演那么多经典角色有关系户的嫌疑。当他进入到大秦帝国剧组后，就明显与其他演员的古风台词格格不入。而网上正面评价提到，他的表演方式也是视角色而定，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此起彼伏，试图表现出一种深沉、忧郁和执拗的文人气质。他的台词的顿挫感也恰好能表现屈原忧国忧民的沉重感。我的王啊，人君莫不欲求忠臣贤臣在身前侍奉，然亡国破家之事却屡见不鲜，为何？就因君王眼中的忠贤能者既不忠也不贤，井水如此清澈，却无人提取。我米原忠心一片，肺腑良言，王上若能明鉴楚国，才会有救啊！关于他的台词，其实杨志刚本人也做过回应。他表示他在日常生活中就习惯说话慢，他不否认这是缺点，但如果能找到一个适配的角色，这恰恰是个优点。比如唐朝诡事录中的苏无名就很适合他这种说话节奏。所以假如屈原和他的台词节奏表演风格适配的话，那也还行。关键是他塑造的屈原形象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想象。大众对屈原的了解应该多数从端午节的起源和中学时学的离骚中知道的。屈原米姓，屈氏，名平，字元，大秦帝国里都叫他米元。他早年受到楚怀王信任，担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监管内政外交大事。那时的他风光无限，是整个楚国的宠儿，还立志将楚国变成第二个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这米元到底是何许人呢？为何那般张狂？嗨，不张狂就不是米元了。这位米元擅长慈父，热衷新政，推崇商鞅，事作无起。他忙得过来吗？又是这儿又是那，忙得过来，有人帮他。政界令尹大人寄望殷殷，军界屈锦昭三世将帅皆厚爱之，民间百姓传扬其清廉，世子传颂其慈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宠儿，因为钢铁直男般的爱国，所以逐渐的得罪了不少人。他晚年遭受贵族排挤，被楚王流放，楚国国都被秦国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世人称他爱国，是因为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抵抗秦国。在战国乱世，列国名士和君王都是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情况下，他却是坚定不移的抗秦主义者。因为他深知秦国的野心对楚国的威胁极大，秦国的崛起必将先拿楚国开刀。然而他面临的乃是秦国的两大超强组合，一对是秦惠文王和战国最强王者张仪，一对是战国大魔王秦昭襄王和武安君杀神白起。这四个人直接让楚国的版图从这样变成了这样。所以对楚国而言，一生抗秦的屈原确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此外，在他写的《离骚》中有这么几句话，也可推断他的性格品德。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图清白以此直兮，故贤圣之所厚，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无犹未变兮，岂于心之可成。从这些诗句里，我们都可以看出屈原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感充沛、三观端正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但因不被理解，遭小人陷害而感到极度悲愤，又保持着文人的清高和众人皆
些最我独行的孤傲。而剧中杨志刚塑造的人设好像有点讨厌的样子，网上负面评价认为米原在剧中就是一个不明事理、只在乎自己名誉的二愣子，他上怼天下怼地，整个楚国就没有他不敢怼的人，其中也包括老楚王和新楚王。他在公开场合说话向来直言不讳，行事莽撞，一切主张在政治上不切实际，思想迂腐，太过于理想主义。总的来说，批评者认为剧中的人设就是迂腐、固执，不通人情世故、道德至上，加上杨志刚一字一顿，表情呆板，语速缓慢，在观众眼中就是一个又呆又傻的屈原。而网上正面评价认为，屈原这不合群的人设正是他被贵族排挤的原因，他连楚王都敢怼，所以才会被楚王流放。而且大秦帝国的正派是秦国，男主角是嬴驷和张仪，所有的对手都必须为衬托主角的强大而服务。他被塑造成一个空有理想、不懂政治变通的书生政治家，恰好能衬托出张仪的成功。所以说了这么多，在你心目中屈原的形象是什么样呢？是否符合剧中这种人设呢？杨志刚独具个人特色的演技又是否适配于屈原呢？